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关于你们人生的下一步。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呢，我们抽到的这一张星币骑士，你们人生的下一步或者说下一步选择可能会偏保守一点，因为星币它代表的是一种稳定你们不想要冒太大的风险去做一些你们都觉得不确定的事情。而且呢，星币骑士对应的是你们未来人生的发展趋势会回归到这种安稳的日常当中就是说你们其实在下一个阶段不想要太折腾或者说太动荡，你们之前的生活可能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所填满所以说你们的下一步其实更多的还是想要稳定找回属于自己的一些空间和人生。所以说你们接下来很有可能会给自己放一个假，而且呢，这张隐士牌，它就代表的是你们现在非常需要一个自己的空间，从一个混乱的环境或者说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解脱出来。你们可能会把自己藏起来，或者说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一个人自己待着。而且呢，隐士牌的话，你们接下来会回归到自己热爱的一些事情上面，回归到可能说会重拾一个爱好，就是说你们会把自己的生活慢下来，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去享受生活。而第3张牌呢，宝剑4，在接下来的话，你们还会就是可能会有一个人你们会躲着一个人，或者说有一个人你们不喜欢，但是又不得不合作这个时候你们就是说这个人有可能是来自于过去，或者说你们现在在当下的这个环境当中有一个不喜欢的人，你们会躲着他或者说会把自己藏起来。所以说宝剑4代表的是你们在接下来会避免和这个人的沟通和交流。而且呢，第4张牌就是这个恋人，可能是你们在接下来会收获到某个人对你们的告白这个玫瑰花代表的是一种美好，或者说是一种爱意。所以说我感觉你们接下来当自己的生活逐渐变得稳定之后的话，你们的生活可能会有一些意料之外的惊喜，或者说你们的这个感情运势也会随之而转变。而且呢，这个圣杯骑士的话，可能说在接下来就会有一个人主动的向你们提出一个邀请或者说建议你们接下来会考虑要不要接受对方的这样的一个邀请，也是在你们做出一个决定想要回归到稳定之后，会得到这样的一个邀请。而且呢，这个权杖6的话代表的是在你们就是说进入到一个稳定的生活之前你们准备的一件事情马上就会看到结果，或者说收获到一个正面的反馈。那权杖6的这个飞机它能够带你们去到更高处，你们接下来会做这个准备或者说冲刺，然后你们会迎来一个很安定很安稳的生活。所以说接下来的这个飞行对你们来说它也是一种考验，是你们通向稳定生活的一把钥匙。那权杖6的话就代表的是这种动荡的生活马上就要结束掉了。你们在接下来就是说你们在经历了这个阶段之后，回过头来你们会发现自己已经咬着牙走了很长一段路了，你们克服了很多的困难挑战，这个时候你们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那在这个阶段其实你们没有意识到的是，你们已经成长了很多，也改变了很多。那么接下来的这3张牌，首先第1张牌就是 freedom 自由，你们会选择一个更稳定的生活环境会进入到一个可能说很大型的组织机构当然它会有着一些条条框框的约束。那么这个 freedom 就告诉你们，其实你们的挑战在未来的挑战是你们要有一个平衡，就是自由和稳定之间的一个平衡。因为你们选择一个稳定的生活，可能要一定程度上牺牲自己的自由，但是这个 freedom 这张牌给你们的指引就是你们在得到一个稳定生活的同时，也要永远保证自己有选择的权利和自由，因为这种选择的权利和自由会为你们的人生留有一定的空间和余地。
而第2张牌呢是 healing 啊，代表的是一种疗愈，就是说你们在过去的人生经历当中受到的伤害，会下意识的让你们去本能的回避一些事情啊，就是说你们在做出下一步选择的时候，不要被过去的一些经历所影响你们的判断力，你们需要有这样的一种能量的修复，让自己从一些回忆啊、执念啊，或者说过去的挫折当中彻底的走出来。而第3张牌呢 ，Close your eyes and tell yourself that you deserve to feel joyful。闭上眼睛，告诉你们自己，你们值得去感受这个世界上的美好啊！它是一种内在的配得感，也就是说，你们做出了这个深思熟虑的决定和选择之前，你们要相信啊，你们所做的这些行动一定会让你们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为什么要这样去想呢？因为人都有自我实现的力量。你们对自己的这种自我暗示，会让你们一点点的去靠近那个你们所期待的未来。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首先呢，第2组牌，你们人生的下一步啊，很明显，你们会来到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啊，会面临到一个选择。你们的人生会出现2条不同的人生轨迹，在做出这个选择之后啊，你们可能会悄无声息的去告别一些人和事，然后踏上一个新的旅途和征程。去跟随一个组织啊，去到一个新的城市或者说环境。那么这张权杖10呢，你们的人生下一步啊，同样要给自己做一些减法，就是你们可能擅长的是给自己的人生做加法，不断的让自己拥有更多的东西，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不断给自己增加一些目标啊，堆积一些看似有意义，但是实际上会给你们的人生带来很多负担的东西啊。这个在不断收集的过程当中，会让你们变得越来越沉重。可能说你们身边的人都是在不断的做加法，很少有人会告诉你们要学会给自己的人生做减法，少即是多 ，less is more。你们现在其实就已经处在这种因为身上背负的一些压力啊，会经常让你们处在这种崩溃的边缘当中。你们能够拥有的东西是有限的，只有先做减法才能做加法。如果你们学不会放弃一些已经不能够服务于你们成长的东西啊，那么你们就无法给自己的人生当中增加一些新的可能性。所以说你们要学会放弃，适当的放弃和止损能够让你们走得更快，走得更远，走得更轻松一些。那么星币6这张牌呢，它代表的是你们的身边啊，其实有很多的资源你们可以利用和整合，你们未来的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你们自身的能力，比你们努力更重要的是你们是否懂得借助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啊。所以说星币6啊，你们要对自己目前的状况进行一个复盘，你们的身边有很多能够利用的信息和优势，把这些信息啊资源整合起来，你们就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新的发现。那么我们抽到的这张权杖5呢，它代表的是你们正在等待，就是说你们是面试的候选人之一，或者说你们接下来做出的这个选择会让你们入围到一个很重要的考试或者说选拔，而你们也是参与者之一啊，你们正在排队去等着去参加到某个竞争当中，或者说你们在参加完这个考试之后，会和他们一样去等待一个结果。那么这个结果的话，会决定，或者说这个结果会给你们带来这个选择，就是它会决定你们会去到哪里。而这个宝剑6呢，又代表的是这个结果会最终让你们去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啊，去到远方。而这个权杖3呢，它其实代表的是你们在接下来会快速的做出一些行动和决策，释放出你们内在的能量。而且呢，权杖3代表的也是你们在接下来会打算要宣布一些事情。那么你们的话，应该是内心当中会有一个很大的目标的，你们很清楚要实现这个目标，你们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牺牲。所以说权杖3其实也对应的是
你们在接下来的领域啊，你们所在的领域开始发光，事情的发展正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在不断的加速。那么接下来的3张牌呢，是你们人生下一步选择的时候需要知道的3条指引。第一张牌 When it comes to a matter of heart, there is no right or wrong。当你们要做出选择的时候，其实这个选择它是没有对错的。你们总是害怕自己做出错误的选择，其实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错误的选择。这个选择是不分对错的，只不过有的选择它更适合你们，有的选择它不适合你们。所以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你们要确保自己是跟着内心当中的声音去走的，而不是被外部的声音所绑架。而当你们在做出选择之后，选择本身就已经变得不重要了，更重要的是你要做出行动去把那个选择变成正确的选择。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选择那条更难走的路啊，但是呢这条路只是看起来很难走，大部分人可能压根儿就不会去选择这条路，或者说很多人他会半途而废。所以说只要你们能够坚持到最后，你们会发现在这个路程的后半段你们会走得越来越快，走得越来越轻松。所以有的时候慢就是快，走得慢一点，你们的基础才能更扎实，你们才能走得更稳。第2张牌是 passion， 激情啊，你们要保证自己是一直有激情和梦想的，不然你们会很难去应对在你们就是做出选择之后啊，在漫漫人生长路当中所要忍受的孤独啊。向上的道路通常都是孤独的，你们要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孤独和寂寞。但是呢，在旅途的终点，你们也会收获到很耀眼的礼物。生活本身有无数的选择和答案啊，但是你们要相信的一点就是，你们一定可以得到你们想要的那个答案。而第3张牌呢 ，Don't make decisions based on guilt。不要在做选择的时候让你们的情绪影响你们的判断力。就是说，其实整组牌都是在告诉你们要如何做出选择。只有你们真诚的面对自己的心，你们才能够得到真诚的回应。当你们面临选择的时候，你们常常会感觉到自己被卡住，上不去也下不来啊。就是说，你们犹豫的原因是你们害怕承担风险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会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但是呢，有的时候啊，看似冒险的选择反而能够给你们带来更大的富足。所以说，与其想那么多，不如直接跟随自己的内心的那个指引，不要纠结于短期的得失和对错。有的时候啊，你们的内心当中已经给到你们答案了，只不过你们不敢去相信，或者说面对而已。真诚的对待那个答案，你们才能够做出真正符合你们长期利益的选择。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首先第3组牌我们抽到的这张吊人牌，就是可能你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的下一步是什么，但是呢，你们人生的钥匙是在你们自己的手上的。可以看到你们的手上拿着一把钥匙，就是说答案其实在你们的内心当中。解铃还须系铃人啊，只有你们自己才能够帮自己获得解脱。你们现在被一些东西束缚住了，被绑住了，可能你们会觉得很迷茫，因为你们当下还没有能力去冲破这种阻碍和束缚。而且你们可能会感觉到时间的流逝正在变得越来越快，你们可能什么都还没有做，然后时间它就在飞速的流逝啊，这会让你们感到很焦虑。那么这张权杖9呢，就对应的是你们在非常疲惫的应对一些事情。地下散落的权杖代表的是你们在一些事情上面持续的受到阻碍，会让你们整个人变得没有信心。而且呢，权杖9它其实对应的是一种心轮能量的匮乏，就是你们感觉自己好像总是缺了点什么，但是又说不上来。因为你们现在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关注自己内心的想法，你们总是在被推着往前走，去追赶一些事情，但是你们内心是抗拒的，而且你们的身体也是很疲惫的。你们还没有想好人生的下一步啊，但是不要着急，因为你们可能暂时还不知道你们想要的是什么，但是你们一定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
把所有错误的答案全部都排除掉以后，那么就只剩下正确的答案了。所以说这个星币8它其实代表的是你们在接下来会进行大量的尝试。如果你们还不知道人生的下一步，那么你们就要不断的去尝试人生当中可能存在着不同的选择。所以说星币8它代表的是不同元素的组合啊，会带来一些全新的人生的可能性。你们可以尝试着把自己热爱的一些事情、擅长的资源、人脉组合起来，去探索一些全新的可能性。而且呢，在你们找到这个确定的方向之前啊，一定是会经过很多的尝试的，它是有概率的。只有不断的在经历过尝试之后，你们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和擅长的是什么。所以说这个圣杯8，无论你们人生下一步啊，或者说下一个方向在哪里啊，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会在未来进行一个告别啊，去离开一些人和事，然后去追寻更大的自由和成长。它代表的是你们最终会摆脱你们身上的这种枷锁和镣铐。只要你们在不断的去筹划啊，或者说再往一个新的目的地前进啊，这个过程就会有无限的可能性在等着你们。所以说这个权杖王牌就意味的是你们会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你们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一些新的想法，看起来会很疯狂，有一点天马行空，但是它很有可能会成为你们未来的方向和指引。那么这是一些很有创造力的想法，但是实际上呢，它是你们内心当中所真正渴望和热爱的。所以说你们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来成长，让你们有能力去实现那些真正的梦想，或者说一些闪现的灵光会在一个深夜让你们能够顿悟。有的时候你们迷茫的原因是因为你们一直都被压抑啊，一直都在妥协，一直都在过着一种你们不得不去过的生活。所以说你们真正缺少的是让自己的自由意志来主导的人生。你们在这个状态当中会自我攻击啊，自我否定啊，但是在这个阶段呢，它也是命运对你们的一种审判和考验。如果你们能够通过这个考验，那么你们接下来就能够真正意义上的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说我们抽到的这3张牌，第一张牌 Wait 等待， Don't rush into it， 就是说我们前面的几组牌都是让你们做出选择和改变，但是这组牌的话，你们的人生的下一步反而是在等待属于你们的机会的出现。那这个过程不是让你们什么都不做，而是让你们去大胆的尝试啊，因为在尝试的过程当中就会有机会出现。而第2张牌呢 It's important right now to take a step back， 就是说你们可能很着急的再去实现一些东西啊，去证明自己，但是这张牌在告诉你们，现在你们最重要的可能是要往后退一步，因为你们现在就是说当局者迷啊，可能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是你们要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看待自己的人生，这能够帮助你们做出对的选择。你们可能在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你们忽略掉了一些很重要的机会啊，或者说很重要的东西。而第3张牌呢 Deep in your heart, you already know the answer， 就是当你们在兜兜转转了一大圈之后，你们会发现关于你们未来的答案就在你们的内心当中啊，关于你们下一步的选择啊，也在你们的内心当中。但是你们可能会问啊，为什么要兜兜转转一大圈之后，宇宙为什么不能直接给到你们答案？那这就是命运对你们的考验。只有在你们绕了一大圈之后啊，再回到原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在你们经历了很多的人和事之后，你们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这个时候你们才能够理解那个答案对你们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